希望我自己可以很从容，因为我以前念书时期一直心里面有一个张力，或是不知道好像要对抗谁，或是对抗什么能量的那种躁动。我就试图的想象一下心中有张力是什么，我就会觉得可能是一些疾病，还是胃酸逆流。有时候觉得胸口闷啊，可能是胃酸逆流，不一定是心脏病。哦，所以你的搞不好其实我是胃酸逆流，对，我可能不太吃东西，然后就是有一些张力，所以我搞不好是这个，但我诠释为张力，是这样吗？对，然后老了之后吃东西比较清淡，那个张力就不见了。还是叫我长期有胃病，对，可能或是心脏之类的。哦，嗨，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欢迎到理科太太。今天坐在我旁边的是我刚刚跟她相认的学姐桂纶镁。嗨，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为什么刚知道我是你学妹的时候这么惊讶？我没想到我们有这个关联，好像我们只有重叠1年而已。就是对，而且你小我很多没有到很多啦。所以我刚刚一算，本来以为我们应该遇不到。你说在校车上有遇过我，不晓得。然后看到一个很怪妹，是不是？我那时候对学姐的印象就是她留着照理来讲绑不起来的长度的头发，但是她绑了马尾，然后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要固定，就是发夹。有很多发丝会就是唱出来，所以就是你有在在乎我？因为那时候维格不就是都在读书吗？我维格其实很爱玩都会做一些小小叛逆的事情。就比如说我们鞋子不是要全白的嘛，对，我就会买 Converse， 可是有红色星星的，我就很高刚捡了一颗星星，白色的，把它贴上去，教官不在我就把它撕掉，就是这种小小叛逆的无聊小事。而且你的裙子啊，你裙子也有比较短。你怎么有注意到这些事情？因为学妹们就会说，可是这样子可以吗？就是我们会讨论，就是你们班有一些学生敢这样，然后我们就会说。其实我很谢谢我们老师，要不是我们老师支持我，就是高中时期拍第一部电影，不然我也不会走上这一行。蓝色大门，对，是刚好是那个老师，我在念高中2年级的时候，那个老师愿意让我做这个事。为什么是要那个老师愿意？你自己不敢吗？没有，我也想，可是有一点点搭到我们的暑期的那种什么暑修的时间，那老师就是放生我。然后我们班有一些人玩 band 啊，然后甚至之后有一些其实流行歌是我们班同学写的，菜爆嘛。对，我有在那边听，然后就觉得很厉害啊。你有在那边听？不是有圣诞节的时候表演吗？对，就是我觉得是因为每个同学的特质，我们老师都就有看到，然后开放让我们去发挥，我们才就是对，不是变成只会念书或者什么。所以一开始那时候那么小，在读书嘛，尤其是在读高中的时候，被挖掘出来去演电影，原本就已经对这个行业很有憧憬嘛？完全没有我高中的时候有喜欢去北医大看戏剧舞台表演，可是没有想过自己会变演员，也没想过什么有可能有一天去演一部电影，都没有。真的是走在路上的时候，突然就是被要了电话。也没想太多我跟你讲，我听到的版本，你知道学妹们都很八卦，就是你在华纳微秀的时候被要电话的。不是，我在西门町6号出口，但是我的确有在华纳微秀打工。高中的时候打工对啊，我有去打工，对，去产爆米花，然后什么检票什么这种。那时候就后来发现，其实入不敷出，因为我那时候住天母。然后我记得捷运的票价从信义区到天母好像55块什么的，然后再转公车可是时薪只有85块，所以扣一扣其实没赚什么钱。从桂纶镁的嘴巴里面讲出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东西，大家会不会觉得很真实？我一直以来都觉得你是一个很遥远的人，也不常在访谈上有机会看到你讲话，然后也觉得就是电影里一个可能很喜欢躲起来的人。我是。谢谢，可以访到你就觉得蛮开心的。没有啊，谢谢你。因为你之前读法文系的，然后有出国留学，以那个时候的心情来讲好了，你从台北去一个陌生的国家，你有觉得你要在当地一定要 make it， 或者是要做出一番什么东西？我当下没有觉得要做出一番什么东西，可是当时的确有不适应的地方，就是刚到的时候法文也没有很好，然后我记得我要打电话跟电信公司更改那个用户名称，因为法文也不好，他们又不当时也不是很喜欢人家用英文，所以我就是
坑坑巴巴那样支支吾吾的讲，就一直被挂电话，然后连很小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完成的时候，当时就觉得我至少要把我的生活 build up 啊。这个只是当时最小的心愿，那其他其实没有一个什么说我要做多了不起的事，其实没有。那你在那边生活，后来也是适应了吗？对，后来渐渐法文也比较好一点的时候，就慢慢有被大家接受这样子。为什么想要去法国呢？其实当初去是很想要搬离开家里，对，因为其实我家比较严，唯一出去的方式可能就是考试出国才有机会。在那边当然会觉得很孤单啊，然后会觉得说好像我跟你们就是不一样。我相信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都会有一个 moment， 就是我好像终于有那么一瞬间属于这里了。你是从头到尾都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异乡人吗？我好像没有特别意识我要刻意融入或我跟这里不同，我好像没有意识这件事。我好像蛮享受自己的状态，在这个城市行走、购买东西、生活、学习，我一直是我自己，我没有意识到太强烈的差异。对，大家工作之后常常都会有点怀念在读书求学的时候的自己，在国外的那时候的自己。我记得我刚从法国回台北的时候非常的不习惯，因为那个时候在法国觉得时间空间都是自己的，然后那时候法国其实高楼大厦也没有那么多，所以你就每天看天空都是大片大片，然后时间都是自己完全可以运用。可是回到台北之后，你发现哇，那个建筑物把天空切分的好小块，然后好像有一种不太自由的感觉。然后那时候又跟家里人住在一起，很多时间会被规定，所以刚开始回来的确蛮不习惯。我也有一个感觉，就是在美国的时候，我的一天是很长的，就是你可以运用的时间非常的多，就我有办法洗完澡之后，然后我还在浴室再摸1个小时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在台北，不知道是不是节奏比较快，有可能就是我洗完澡之后，我就觉得好，我要再去下一件事，然后一天很快就过了。很多事情要做，对，好像很多事情要做。可是不知道我在法国念书的时候，也是觉得，怎么慢悠悠的天还好亮哦，然后怎么还没晚上？怎么时间很多？这样都有这种感觉。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还是有想要讨论一下自我差距理论这个东西。他说有一个是真实我。就是你自己觉得你是什么样子的你，跟别人眼中看到的你，然后有一个是应该我，你觉得责任上我应该要怎么做，那一个是理想我，你跟理想我的差距越大，你就会觉得忧郁，你跟应该我差距越大，你就会焦虑。从理想开始好了，那不用是你理想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？其实我从念书时期开始的生日愿望，经常都会有一个是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很从容，因为我以前念书时期一直心里面有一个张力，或是不知道好像要对抗谁，或是对抗什么能量的那种躁动，那个张力，所以我时常就是希望我自己慢下来，不要那么，希望一切能从容一点。所以我希望我自己大一点的时候是慢慢的，对很多事情都更包容，然后淡然一些。从容是你遇到什么事你就是处之泰然，然后很淡定。希望自己多一点生活历练或者是经历，让我在未来的日子里都可以碰到不同的人事物，跟自己不同观点的，我都能或许这个想法也不错，那个也不错，去吸收别人的东西，而不要因为不同而有太强烈抗拒的心情。所以你从小就可以感觉到张力哦。有，我真的就觉得好像哪里一直在对抗什么。难怪你可以做演员呢？是吗？我就试图的想象一下，心中有张力是什么，我就会觉得可能是一些疾病，还是胃酸逆流。有时候觉得胸口闷啊，可能是胃酸逆流，不一定是心脏病。所以你的搞不好其实我是胃酸逆流。对，我可能不太吃东西，然后就是有一些张力。所以我搞不好是这个，但我全是为张力，是这样吗？对，然后老了之后可能就是吃东西比较清淡，那个张力就不见了。可是还是叫我长期有胃病。对，可能或是心脏之类的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啊，因为你可以这么年轻这么小，还在求学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自己张力了。
的状态，我是毫无感觉的。可是这样也不错啊，毫无感觉。没有不错啊，因为这个欠的债之后都要还啊，所以30岁进入了咨商室之后才知道原来不是胃酸逆流，原来所以大家要去理解到底是病理还是情感。哇，这个结论真的，所以理想我一般来讲，大家的理想我都没有像你那么理想，就是你想要一个很从容的样子，可能有些理想我就会跟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好，跟爸妈很好，跟小孩很好，然后跟朋友很好，事业很好。我觉得牵扯到跟他人的就比较变动性比较大，我觉得，所以我比较不会去期待这个东西。你这简直就是人生范本，因为咨商师永远都会说，你只能控制自己能控制的事情。是啊，你无可控的事情，你去焦虑它没有什么意义啊。你的应该我，就是你觉得你应该要有的样子是什么？社会对你的期待，我通常都不理吗？我好像都会忽略那个社会期待我应该是什么样子，这个声音应该超级身心健康，又不太忧郁，又不会焦虑。我觉得是现在啦，在此之前念书，尤其是20多岁的时候，还是会觉得我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，理想的我怎么样的。我觉得也因为那样才会有你刚刚讲什么焦虑啊。可是你20几岁的时候，曾经觉得你30岁的时候应该要怎样？我就觉得我好像应该多学很多东西，多看很多书，或是多懂很多事，但其实都没有，到现在也没有。你却一定有，你没有去看而已。可能累积到现在变成就是我现在的比较淡然的状态吧。所以你觉得30几岁你跟20几岁你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？我觉得我好像放松了一点，可能对别人来说我还是很认真或紧绷的在看待我的工作，可是我觉得我相较20几岁我放下了，放松了，也面对自己其实有些事情蛮要求完美，或者是思前想后这个个性，就是去面对了自己的不完美的个性，然后我觉得我放下了蛮多状态，对，所以我觉得现在比较舒服。讲到台北女子图鉴好了，你觉得你自己的这个过程算是成熟的一种过程吧？对应这里面的剧中角色，你可以大概讲一下那个故事吗？台北女子图鉴讲的是林怡珊，也就是我饰演的这个角色，从台南到台北，经历了她自己追求梦想，然后可是面对现实种种的困难，然后也会经历情感的关系。我觉得不管工作或情感面，再回望看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最后其实他会扣问的是自己的问题。那你曾经有这样问过自己吗？我其实会这种我都以为是要外在习得的技能呢。你问这个外在怎么习得的技能？就是我说在咨商师问咨商师说，所以我到底有什么问题？可是他怎么回答你呢？因为他不是你，他就是慢慢的引导我去问我自己抽丝剥茧的让你回答一些。他真的工作很辛苦。我经常会问我自己蛮多问题的。现在吗？以前就会吗？以前就会，现在少蛮多，但也会。那以前会问的是什么问题？我到底是谁？我的个性到底是什么？什么时候会问这个问题？我觉得20几岁，没有，就是晚上睡觉前、早上醒来后都有可能。我30岁之前，唯一每天会问我自己的问题是什么？有没有吃饱？我今天要吃什么？所以我觉得你不错啊，你不会有那么多情感上的。可是我就必须要用后面的时间来做前面的功课啊，有可能就是没有交的作业啊。可是他为什么这些问题对你重要？可能一直找不到吧，就觉得好像自己的人生不确定未来方向在哪里，你总是会有点慌张或是不确定性。可是虽然你问的那个问题，有时候甚至日记本上也会写，可是它永远不会有答案啊。你不问的时候，你不知道它不会有答案，可是你问了才发现，好像一直没有答案。然后到现在你就去接受它没有答案这件事，就让它顺着走，这样。我现在是变成用树状图来回答我自己，我喜欢这个吗？不喜欢，不喜欢。那为什么喜欢呢？为什么不喜欢呢？不喜欢的原因可能有这样很好啊，因为我不习惯问自己问题。我有时候有一些烦恼的时候，也会像你这样，就是把问题写下来，然后为什么会这样，然后答案是什么？这个会这样，我也会。我觉得这样子蛮好，去梳理自己的，这过程不错。未来的你，再过一个10年好了，对自己有什么样子的规划呢？我从来都是不规划的人。几乎没有人生规划。那你会不会有一天，就是有一天突然要恍然大悟，觉得
我怎么跟我以前曾经想过的差这么多，或者是我曾经想要的东西，我现在就有了。我觉得我一直是会看着自己有什么的人而感觉满足的人，所以我觉得或许不太会有某一天恍然大悟，我已经拥有这么多，我好像不太会有这个，因为我一直都是哇，我有这个，我有这个，好棒哦的状态。然后有一天回来看看自己没有成为小时候的那个样子也没关系啊，因为我总是觉得你每一个当下如果都是你喜欢的，你未来那棵树也会是你蛮喜欢的样子吧。就像你叠一个房子，你每一个砖块都是自己蛮喜欢的，那个房子应该也离你想象的不太远吧。哇，简直就是三观最正确的完美范本，就是在我的左边了。是吗？对啊，因为你刚刚轻松讲出来这些东西，都是我要后面学会的东西。可能因为念书时期我比你纠结太多了吧，所以我们相反。我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去学校，然后上课，很简单的。对，就是超级简单，然后回家。对，所以我们颠倒了，或许。可是我觉得，要是我太小这样子，我可能就没有办法专心对，没错。其实我因为你看我的学业成绩就没有你好，就是这样子。可是长大之后谁管你学业成绩？谁在乎？我儿子现在5岁嘛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会希望再帮他多培养一个像感觉自己、问自己的能力。那你变成很好的妈妈啊，这很棒啊。因为你知道久病成良医，这也是一种获得，挺好的。谢谢。对。谢谢。我们今天就谢谢桂纶镁帮我们带来非常多的启示，就是看自己所拥有的东西，把每一个现在都做好，未来会怎么样会变嘛？就像他完全不看自己没有办法掌控的东西，学姐真的很厉害。耶、谢谢学姐，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在这边分享；如果还没订阅的话，请帮我订阅一下哦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